有关我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的消息，总会牵动外界的极大关注。12号的央视新闻联播发布了福建舰的最新动态，短短数秒的画面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福建舰距离海试是否指日可待？来看报道。福建舰是我国第3艘航母，也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其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去年6月下水，至今技博实验已经超过8个月。从央视此次曝光的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出，福建舰舰首左舷靠近水线位置的舰体表面，红色油漆上有一处排水口正在排水，周围出现了明显的熏黑。对此，有专家解释称，这可能是柴油发电机的排烟口，其周围发黑，表明作为辅助动力的柴油机已经进行了点火测试，并运行了相当长时间。所谓辅助动力，一般指的是发电机组，比如用柴油发电机，主要是为航母上的一些系统来供电。这个环节的测试，通俗来讲就是螺旋桨不转，船不会移动，但其他系统都能达到正常运作。所曝光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它的某一个系统在工作，也就是它的电力系统在工作。那么军舰在西波试验的时候，其实供电方式有多种，一种呢是可以通过岸上供电，这个相对来说要简单。另外呢，就是通过辅助电力系统来供电，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让军舰能够独立的来进行运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今年以来福建舰第2次登上公开报道。今年伊始，福建舰副舰长钱树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的一年，我们一定全面抓好以试验试航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有分析指出，从这些信息来看，福建舰技博实验进展非常顺利，已经为不久之后的海试做好了准备。海试期间，首先要进行的也是动力系统的测试，比如动力系统满负荷试验、航母机动性测试等，其他还包括通讯系统、导航系统等。海试的时候，其实和现在进行测试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海试的时候，整个动力系统的机械部分，也就是螺旋桨部分需要工作，来配合船只进行前进，进行各种各样的动力测试。而在西波试验的时候，在螺旋桨之前的所有的系统都要进行试验，这就是要对它进行相关的试验。西波试验之后就要进行海试，所以我觉得现在福建舰所进行一系列的试验都已经在按部就班的进行，那么距离海试越来越早了。除了辅助动力测试外，更加引起关注的是，在采访中，福建舰某部门部门长张川前明确提到，福建舰是我军首艘装备了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的航母。画面显示，福建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施工单元依旧照着施工厂房。事实上，去年福建舰下水的时候，官方证实了使用电磁弹射装置，而这次则披露了将配备电磁阻拦装置。这也是福建舰最具特色的升级之处。电磁弹射是指以电磁力为加速手段，在短距离内使飞机达到或接近起飞速度实施起飞的一种发射方式，代表了航母的先进技术。相较蒸汽弹射，电磁弹射系统的技术优势十分明显，包括重量低、体积减小、战损以后附带损失小等优点。此外，在使用电磁弹射器的情况下，可以让甲板的3个起飞点同时具备满载起飞的能力，携带更多的弹药升空，对提升舰载航空兵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航空母舰来讲，它最大的战斗力是什么？舰载飞机。电磁弹射和蒸汽弹射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飞机起降的架次能够比以前要多得多。多得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斗力就更强一点。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前的蒸汽弹射，基本上它适合于大概是20吨、30吨的战机。但是如果要想对无人机甚至会更大型的战机来实施弹射的话，相对来说要难一些。而作为电磁弹射的话，小到无人机，大到更重的，比如运输一类的飞机，也可以对它进行弹射，这样就会让电磁弹射的适应范围就更广。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电磁弹射的快反能力要强。10年来，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的发展跨越。一代代航母人也在实战演训中提升着大国重器的综合实力，为祖国和人民筑起安全屏障。从辽宁舰的10年磨一剑，到山东舰战斗力生成史上快车道，
2012年和2019年，两艘航母先后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他们就像两个亲密的战友，在海天之间展开了一场航母版的比学赶帮超。作为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船体设计、装备配置、整体作战效能和综合保障水平方面进行了优化和升级。我们在借鉴传承辽宁舰经验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快速发展路子，力求达到1+1大于2的倍增效应。相信未来，包括福建舰在内的中国后续航母，也会在我们的基础上再次优化、再次突破，持续提升我们的综合打击能力。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军辽宁舰某中队少校政治教导员朱月萌表示，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来自一代代航母人的接续奋斗、弯道加速。这10年里，我们辽宁舰从下水起航、战机上舰，到编队一体、舰机融合，从近海训练到远海部署，正在绘就大国重器更加深远、更加壮阔的奔涌航迹。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你好。在央视军事公布最新画面中，国产航母福建舰左舷靠近水线处出现了熏黑的痕迹，那这表明了哪些情况呢？这很可能是福建舰在码头击泊试验中呢，已经对辅助动力装置进行了点火测试。这些熏黑的痕迹就是排出的烟造成的痕迹。福建舰呢也不会只有一个辅助动力装置的排烟口，只不过由于画面角度所限我们看不到舰体上靠近水线处的其他类似排烟口的情况。通常来说呢，既然是对辅助动力装置呢进行点火测试，靠近水线处的其他排烟口也会有熏黑的痕迹的。很多人也许会奇怪，为什么要把辅助动力装置的排烟口设在水线附近呢？这主要是为了红外隐身的需要。从福建舰水线处的图色来看，满载时的福建舰排烟口会在水下，所以红外信号特征呢会明显减小。福建舰在舰岛上的烟囱呢还没有任何熏黑的痕迹，说明与其相关的动力装置呢还没有进行点火测试。但从辅助动力装置点火测试的情况来看呢，估计也不会太久。还有一些分析认为呢，福建舰的舰岛烟囱至今呢没有进行点火测试不同寻常，意味着呢其主动力装置可能并非呢常规动力装置。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呢目前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福建舰的动力装置呢在功率上肯定非常强大，尤其是供电能力远超辽宁舰和山东舰。福建舰呢在过去数月时间里边一直呢在进行击泊试验如今呢辅助动力装置呢又进行了点火测试那也就说明福建舰呢在相关建造和测试进度方面都是非常顺利的，距离其进入海试阶段呢已经越来越近了。好，请石红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美英澳3国就核潜艇合作达成协议，澳方在未来几年内购买不超过5艘的美国核动力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第7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美英澳这个被称作奥库斯的3方安全同盟，一直被认为与牵制中国有关。这一项目也第一时间被外媒炒作为对抗中国。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坚决反对，并谴责美英澳3国为了一己地缘政治私利，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的美海军第3舰队总部圣迭戈海军基地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及英国首相苏纳克就所谓3边安全伙伴关系举行会谈，并公布了为澳大利亚配备核潜艇的计划。拜登还此地无银300两地强调，核潜艇上不会有核武器。These subs are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subs. They're nuclear powered, not nuclear armed. Australia is a proud non-nuclear weapon state and is committed to stay that way. The AUKUS agreement we confirm here in San Diego represents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y in all of our history, strengthening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our region.
根据会后三方公布的联合声明，美国将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交易大概在本世纪30年代初完成，后续可能再追加出售2艘。三国还计划以美国和英国的技术为基础，合作研制一种新型核潜艇。澳大利亚军方官员称，整个计划预计将在2055年完成，耗资2450亿美元。美英还计划手把手传授技能，帮助澳大利亚热身。根据澳媒披露，从今年开始，将有更多美国核潜艇访问澳大利亚，为澳潜艇兵提供更多训练岗位。从2027年开始，4艘美国核潜艇和1艘英国核潜艇将轮流在澳大利亚驻扎。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将共享港口、技术、人员配备，建设共有的核潜艇生态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表示，美英澳为了一己地缘政治私利，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英澳3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大量武器级高浓油，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2021年9月，美英澳3国宣布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被称为 AUKUS。美英2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帮助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三国的核潜艇合作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关于核扩散的担忧。目前，澳大利亚有一支由6艘常规动力柯林斯级潜艇组成的舰队，服务年限为2036年。与常规潜艇比，核潜艇可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更长，且更难被发现。不过，最新的核潜艇交易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时间上，美国方面的造艇进度让人怀疑。有美国学者指出，劳动力短缺导致美国海军的造艇进度落后于计划。美国原本提出每年生产2艘攻击型核潜艇，目前并未达标。在此情况下，美国要为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赶工，难免力不从心。技术上，澳大利亚的后勤保障和日常维护也可能遇到难题。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拥有天然屏障，从战略环境看，并不需要核动力潜艇。西方提供核动力潜艇，目的就是为了给澳大利亚装上牙齿，武装起远程军事打击的能力，从而为自己今后在亚太地区挑起军事冲突、搅动地区安全做准备。此举无疑给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这个澳大利亚其实没有操作过做这个核潜艇这样的一个经验，因此它等于是完全是从无到有。包括造船，包括整体后勤，还有相关的这个码头还有修造船厂等等，它是一个整个体系。因此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它要学的很多，不是只有潜艇、硬体，那还有软体如何使用、如何维护。因此，它这是一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弄好。总体来讲这个是一个花很多时间。耗费很大资金，然后又存在一定技术风险的一个庞大的计划。实际上，自AUKUS组建并宣称要进行核潜艇合作后，就遭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批评。这些国家担心三国的合作将加剧日益升级的地区军备竞赛。与美英澳同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也对AUKUS的核潜艇协议有不同看法。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仍然是一个引以为傲的无核国家。我们不是围绕核潜艇安排的一部分，也不会成为该安排的一部分。他还提醒澳大利亚，上世纪80年代生效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明确禁止任何推进力全部或部分依赖核动力的船只进入新西兰领海。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不少质疑该协议的声音。澳陆军退役少将米克瑞安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上发表分析文章，从资金压力和技术更新2方面质疑政府的举动过于莽撞。他说，数千亿美元的开支令人瞠目结舌，必将压缩国防军在空军和陆军的支出，并且由于新潜艇最终交付时间在10几甚至20年后，难保不会被新技术轻易发现并攻击。他总结称，澳政府把很大一部分鸡蛋放在了一个小篮子里。这样的一个整体方案还是美中大国博弈的一环，它当然剑指的主要就是指中国大陆。英美这样的合作，其实为澳大利亚周边那也打开了一个未来这个军备竞赛之门哦。
此外，为了迎合美国，英国的新安全报告也扯上中俄。当地时间12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在赴美的飞机上披露了一项将增加50亿英镑军费开支，约合415亿元人民币的计划，以加强国防并抵御所谓的中俄威胁。苏纳克还承诺，将在较长时期内将英国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2.5%。据英国媒体报道，苏纳克宣布的这一计划是英国今年新版安全防务与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确认追加的军费开支将用于充实和提升军火弹药储备，推进英国核实力现代化，并为奥克斯协议下一阶段的核潜艇项目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宣称，这份报告为了应对新出现的地缘政治威胁，包括俄乌冲突以及不断加剧的国家间激烈竞争。总体来讲，英国国力下滑，这是一个未来一个趋势。因此英国借助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要振兴还有强化英国的军事力量。这军事力量可能包括核能力这个部分。我认为，未来其实不是太乐观哦。路透社报道称，苏纳克选在此时宣布报告，就是为了配合此次美国行。英国《卫报》也质疑，将国防支出占比提升至 GDP 的2.5%，只会让本已缺钱的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更捉襟见肘，进一步加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显然并不划算。所谓印太倾斜，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14号提醒英方，只有秉持正确对华认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中英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敦促英方端正心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停止在对华关系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好。美英澳奥库斯联盟最新决定，由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3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后续还可能再出售2艘。那同时，美英澳联合研制核潜艇，供英国和澳大利亚未来装备。那您对此怎么看呢？首先，美英澳此举呢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啊，目的呢就是搞对抗，这样势必呢导致亚太地区的局势变得紧张，也明显危及世界和平啊。其次呢，美英核潜艇反应堆所使用的核燃料都是高浓缩铀，尤其是美国核潜艇反应堆使用的还是武器级高浓缩铀啊。美国向澳大利亚呢出售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并且三方还要联合研制新型核潜艇，这将使得武器级高浓缩铀呢流入澳大利亚，严重破坏核不扩散机制啊。美英在核领域的赤裸裸双标势必呢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核扩散。第三呢，奥库斯三方联盟实际上是美国为主导，通过呢对澳大利亚出售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进一步将澳大利亚牢牢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不仅如此，三方联合研制核潜艇表明英国在攻击核潜艇领域呢也将失去呢自主性，逐渐沦为美国的附庸。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真实目的呢是以核潜艇为饵，促成奥库斯联盟，最终实现了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有力控制，让英澳更好地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第四呢，美英澳都在穷兵黩武啊。这三国的经济呢现在都面临诸多问题但军费呢却都在猛增，尤其是澳大利亚，仅在核潜艇项目上的总投入就高达2450亿美元，平均每个澳大利亚人呢要为此负担1万美元。然而呢，这三国呢越是穷兵黩武就越是炒作中国舆论，为他们疯狂扩充军备呢找借口好，谢谢石红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硅谷银行在上周突然宣布倒闭，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2大商业银行破产案。距离硅谷银行暴雷后仅2天，总部位于纽约的标致银行跟着倒闭。储户恐慌，股市大跌，美国政府最终采取了系列紧急措施，承诺保证所有储户存款安全。总统拜登也紧急喊话，呼吁民众对银行系统保持信心。那么，美政府一系列操作为何市场并不买账？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步伐会否暂缓？继硅谷银行破产后，总部位于纽约的标致银行12号也宣布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3大银行。
这家银行拥有约1103.6亿美元的资产，约为硅谷银行的一半。标致银行1/4的存款来自加密货币领域。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存储保险公司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关闭标致银行是为了防止银行业危机继续蔓延。而根据这3家联邦机构公布的善后方案，银行的存户从隔天开始可取回所有资金，与银行倒闭相关的任何损失都不会由纳税人承担。2家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总统拜登13号在开市前半小时发表讲话，试图安抚市场。他称所有储户的存款是安全的，但那些硅谷银行的管理者要被炒鱿鱼。他还呼吁美国人对美国的银行系统保持信心。All customers who had deposits in these banks can rest assured they'll be protected and they'll have access to their money as of today. That includes small businesse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ank there and need to make payroll, pay their bills, and stay open for business. No losses will be,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point, no losses will be borne by the taxpayers. 拜登最后还意有所指地强调，在他和奥巴马搭班子时期，曾成功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但不幸的是，上届政府放松了相关规则。During the Obama-Biden administration, we put in place tough requirements on banks like Silicon Valley Bank and Signature Bank, including the Dodd-Frank law to make sure that the crisis we saw in 2008 would not happen again. Unfortunately,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rolled back some of these requirements. I'm going to ask Congress and the banking regulators to strengthen the rules for banks to make it less likely this kind of bank failure would happen again, and to protect American jobs and small businesses. 但被拜登暗示要为监管松懈负责的前总统特朗普，随即在自己社交平台发文称，鉴于美国经济当前走势以及有关美国史上最大增税的提议，不难发现，拜登政府或将成为现代版的胡佛政府。我们将经历一场比1929年更大、更严重的大萧条。作为证据，银行已开始倒闭。特朗普的发言人还告诉美国商业内幕称，民主党人和拜登政府继续可悲地试图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特朗普。不过，拜登在讲话中就强调，政府不会保护银行投资者，他将要求国会和监管机构加强针对银行业的监管法规，以防类似事件重演。美国财长耶伦当天也表示，政府不会考虑对硅谷银行展开大规模救助行动。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re were investors and owners of systemic large banks that were bailed out, and the reform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gain, but we are concerned about depositors and are focused on trying to meet their needs. 白宫的紧急措施与拜登的信心喊话也未能挽救市场信心。硅谷银行13号恢复营业后，各个营业点门前都排起了取款长龙。虽然上周收盘后，美国各银行的市值已蒸发1000多亿美元，但美国多家区域银行股13号开市后仍继续大跌。其中，美国西海岸的阿莱恩斯西部银行开盘下跌76%，第一共和银行下跌67%，显示投资者担心出现系统性蔓延。硅谷银行被关闭，成为2008年9月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关闭事件。分析普遍认为，硅谷银行暴雷显示出美国金融监管的脆弱。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分析称，硅谷银行倒闭不是蓄意的宽松放贷所致，更多是源于美联储试图解决美国经济问题时，在很长的时间只有量化宽松政策一招进行大放水。2022年，美联储忽然之间开始加息，在短短的时间中间，从0.25一路的就拉到4点多的时候，他现在他手中的这些产品跟现在市场上可以有获得的利率中间相差的非常大，所以它两边是没有办法轧平的。这个没有轧平的主要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美联储忽然加息。这种忽然的加息，其实没有一个公司可以面对。今天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银行的问题，它虽然是个独立事件，但是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在做剧烈的改变，而有能力改变环境的是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联准会，现在还加上了美国的财政部。硅谷银行破产危机更让多国风声鹤唳。
德国银行监管机构下令关停硅谷银行德国分行。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要求韩国金融机构做好应急准备。英国央行10号宣布将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纳入破产程序。13号，英国汇丰银行宣布将以1英镑价格收购硅谷银行英国子公司。亚洲科技业正密切关注事件影响，为稳定投资者信心，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12号披露在硅谷银行的现金存款，强调硅谷银行的倒闭对公司运营的影响微不足道。这其中包括百济神州、中国久安医疗等。这些公司目前正在将硅谷银行的存款尽快转移至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讲话灭火，强调存款有保障，但硅谷银行储户仍扎堆排队去提款，而且这2天也有多家银行确认暴雷。那您对此怎么看？主持人好，现在呢还不好说会不会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为呢坏消息和好消息在轮番推出。坏消息是，即便拜登总统呢出面保证储户利益有保障，但是硅谷银行倒闭的冲击波仍然在股市发作。周一呢，美国主要银行的股票市值损失了900亿美元。如果累计过去3个交易日的损失，那么美国银行股呢损失了1900亿美元。从事银行信用评级的机构穆迪也下调了6个美国区域银行的信用等级。美国银行业的震荡呢也传染到了其他的地方，开始冲击全球金融股。欧洲银行业的指数下跌了5.7%。德国商业银行下跌12.7%，瑞士信贷下跌9.6%，至历史新低。那么亚洲银行股呢，周二延续跌势，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与此同时呢，硅谷银行倒闭引起了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国际原油价格下跌2%到每桶79美元，到达了今年的最新低价。那么银行业的震荡会不会传导到其他的行业，挫伤市场信心呢？也是值得观察的。那么好消息是，拜登的干预策略呢，还是起到了作用。储户的存款补偿将由银行向这个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来补偿。况且呢，倒闭的这个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都是小银行，还没有出现大批量的储户和投资者这个恐慌提款的现象。只要呢不出现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就不会引发2008年时的金融海啸。硅谷银行英国分行呢被汇丰银行以1磅的价格收购了，那么英国的金融市场呢也是基本稳定。而最新的消息是，受牵连的美国地区银行的股价呢已经开始起死回生。比如说呢，股价大跌的第一共和银行现在呢上涨了20%，有的呢上涨5%，这个血呢似乎暂时止住了。有舆论认为硅谷银行暴雷的根源是美联储持续加息。那您认为美联储会如何应对呢？银行连续暴雷会不会影响拜登竞选连任？这是一个好问题。2家美国银行为何倒闭？那么前美国财长这个经济学家萨默斯用了一句话概括：银行呢借用储户的短期资金投资了长期资产。当利率上升的时候，这些长期资产，比如说国债等等，就失去了价值。这样呢，就是银行陷入了困境，没有更多的现金流。这问题来了，要是更多小银行不再重蹈这个硅谷银行的覆辙，那美联储呢就得停止加息或者延后加息。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传闻，但是呢，美国呀刚刚公布了2月份通货膨胀率6%，1月份呢是6.4%，因此呢，这次该轮到美联储头疼了。美联储加息呢，它就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是继续加息，银行缩减放贷，可能呢会加速经济衰退。这有的经济学家呢已经发出警告，今年下半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如果不加息，通货膨胀率呢可能反过来会上升，会增加企业成本和银行风险，一样呢会影响经济增长。这加息还是不加息，似乎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呢正是美国经济的麻烦。而一旦经济出了问题，拜登的连任梦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有媒体说呀，这次硅谷银行倒闭，最焦虑的恐怕是拜登，他将面临反对党的鞭挞，也将面临选民的严厉审视。他会连任成功吗？这就要看了美国经济下半年会不会陷入衰退。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今年的中国两会有哪些议程备受瞩目？国际社会又关注什么？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今天的嘉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宾塞教授长期关注发展中经济体，今年还出版《中国经济的专著》，受到国际经济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Hello, Profess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n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5% this year.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target is conservative, and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so it will not be easy to achieve. What is your personal observation? I think when you open up and the consumer side of the economy starts to rebound, an additional 2% growth, I think, is reasonable. The reason I think they're being conservative, and I haven't talked to anybody about it, is the world's full of a great deal of uncertainty right now. We have the war going on in the Ukraine. We've got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potential shocks coming that are very hard to anticipate.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各大工业国都面临着订单萎缩的难题。斯宾塞教授分析认为，如何在动荡的世界里行稳致远，是中国政策制定的首要考量。We have very major sort of supply side, secular supply side changes that are contributing to inflation. Rising interest rates. So these central banks have an inflation target of 2%. There's lots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the fact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the final leg. I think the inflation fight will go on for, probably another 2 years, I would guess, if I had to. And then, when you get rising interest rates, you get fairly volatile capit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It's just a world in which there's a lot of potential turbulence,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responding to that as well. 斯宾塞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技及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2011年，他还与人合著出版《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一书。斯宾塞教授最出名的成就是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的开创性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过去50年里国际经济学发展里程碑。斯宾塞教授注意到，中国两会期间表决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13项改革中有6项是直接与金融监管相关的。Approach to regulation seems to me to be a good idea, and certainly not having regulatory confusion or gaps related to multiple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lack of clarity on who's responsible for what part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a good idea. Now, as with everything else, it depends on implementation. 10号，美国硅谷银行在暴雷后48小时就闪电破产，美国4大银行市值受此拖累，跌去542亿美元。华尔街惊出一身冷汗。斯宾塞教授表示，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债务问题。The U.S. Federal Reserve raises interest rates for 8 times in 1 year, which hurts the U.S. economy a lot. And when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s debt is about to reach the upper limit, there has been a global sell-off of U.S. debt. Professor Spencer, the financial security of Wall Street concerns the whole world. Should we still have confidence in the U.S. financial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debt ceiling, which is now, again, become an issue, is pretty important. That is, a real default b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produce a fair amount of chao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o put it mildly. So in the past, we've managed to somehow find an agreement to deal with the debt ceiling. It's a serious issue. It's hard to know how we're going to resolve it, but in the past, at least, we've resolved it. I don't think that means everybody should be completely
unconcerned about it because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reach a resolution in a pretty polarized situ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would be, as Secretary Yellen says,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catastrophic, I guess is the right word. Professor Spencer, the Chinese are now very worri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regards China as the main rival and the biggest geopolitical challenge. What is your observation on this? I don't think it's sort of transitory, if I can put it that way. I mean, it's not a permanent obstacle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genda is to become more self-sufficient in critical technologies, which i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if they spill over into the climate change area, it'll be a disaster. My frame of reference is, at least my hope, is that, as things move forward, the senior leadership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t down and work out where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compete and where they can cooperate. So we'll see if that happens, but that would be at leas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mindset that's driving policy development now. 自3月10号起，包括深圳在内的10个往来两岸之间的直航航点以及13个包机航点正式恢复。那么，深圳的准备情况如何？最快将于何时复航？航线及航班数量有怎样的计划？来看深圳卫视记者从深圳宝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在2月1号，大陆方面提出优先恢复16个两岸直航航点建议后的1个多月，台湾方面陆委会于3月9号表示，包括深圳在内的10个定期航班航点自10号起正式恢复，规划包括恢复深圳、广州、南京、重庆、杭州、福州、青岛、武汉、宁波、郑州10个定期航班航点，以及沈阳、无锡、海口、长沙、西安、济南、合肥、 南昌、天津、温州、大连、桂林、徐州13个包机航点。14号，深圳市委常委王强带队前往机场调研两岸客运恢复直航相关准备工作，与有关方面交流现状、需要准备事项及存在困难和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岛内航司透露，争取首班复航航班往返深圳。 3年前，平均每周有28架次的航班往返于深圳及台北、高雄和台中，每天有1800名旅客从我身后的港澳台出入境处往返。10个直航点恢复的消息一出，深圳机场两岸航司就迅速拨通了电话协商准备事宜。就在这几天，深圳机场已经重新组织了客运科室，配备了充足的人手。 同时，也对于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调试，边检、海关等也在第一时间组织业务培训，全面的梳理熟悉涉台手续的办理。两岸的航司告诉我，此前直飞的都是类似于 A330这样的宽体客机，客座率也达到了82%，是非常热门的航线。对于重新恢复直航，他们表示信心满满，全力以赴。